面对眼前复杂到让人不寒而栗的局面，剩余的红球不是贴库就是半贴库，彩球更是多颗不在点位。就这种局面，放给某些球员去打，耗上半天也不足为怪。而作为斯诺克赛场唯一的逆行者，火箭一向是遇强则强，越是令人头皮发麻的球型，他就越为兴奋，因为他最为享受的就是征服乱局所带来的畅快感。火箭简化局面的技巧不能说是最合理的，只能说是最实用的。通常上手仅寥寥几杆球，就能让整个混乱的球局变得井然有序。火箭对分离角的掌握真是强到令人窒息，有时候不禁怀疑他的脑子里是不是安装的计算机，各种极限操作信手拈来。看他击球更像是一种本能的反应。红球虽然没能带出，大家也不必过于担心，因为只要母球还在桌面，那么目标球停在哪里他都不安全。紧接着又是一杆惊艳全场的极限走位，母球神乎其技地避开两颗障碍球，精准无误地衔接到飞球。更让人称奇的是，还预留出了一个角度去处理最右侧的贴库球。别的球员遇到棘手局面，无一例外都是思前想后，畏手畏脚，而唯独火箭一人从上手就是奔着青台而去。无论他面对什么样的对手，无论处于怎样的不利境界，他总能凭借出色的观察力和分析能力，迅速找到应对之策，并且总能把想法付诸实践，最后变为现实。36 difference。护边红球，但是角度不对。如今只有1分的超分优势，显然是不足以让对手弃竿认输的。于是火箭利用控球优势，轻而易举的就给史蒂文斯做上一杆斯诺克。火箭的防守虽然不多，但并不代表是他的短板，因为不到穷途末路，他根本不屑去防。这记扎杆虽然巧妙地避开粉球，可由于2次撞击，让母球和红球发生了变形，下球角度很刁钻。史蒂文斯并没有直接下来，而是站在火箭身后，静等着奇迹的发生。真精准，红球落袋，火箭已经超了10分，比赛也彻底宣告结束。不过火箭的表演还没有完，毕竟没有青台的比赛就算不上圆满。史蒂文斯的希望已经彻底破灭，生无可恋的他悄无声息地走下台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他也只能充当个陪练。篮球需要多库绕台去叫，火箭大眼环顾后便了然于胸，这不是天赋还能是什么？ This match will be played to a conclusion tomorrow evening, and the question's going to be how many frames has Ronnie O'Sullivan. 顶走飞球后母球的走位堪比手摆，力度和角度偏差一点都达不到如此效果。这种精准度恐怕连电脑都望尘莫及。 It's that good. 真完美！遇到如此变态的火箭对手，除了准备一个劲喝水，好像什么都做不了。